好的啊，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方伟时间的周末问答。那我其实很想说，周末都能够跟大家有一个对话的时间，因为平时写来写去的吧，我觉得沟通不够及时哈。怎么搞的呀？所以呢，但是呢，我总是周末也没时间，所以今天呢是抽一点时间，我是希望啊成为一个规律性的节目，每个星期天呢能跟大家一起讨论讨论，好吧？那今天就算一个开始吧。我真的，我其实很多事儿都想做啊，但是呢，就是由于时间的限制。好的，那不管怎么说吧，我们就有一个开始。那么一边走的一边看，说不定我可以把这个时间给瞧出来。好，那这个向少帅是吧？方大侠好，好，那个少帅好哈，好，这是这样的啊，我呢就是这个时间就是给大家的，所以大家就是欢迎大家提问啊，留言，表示评论也行，我都会念出来，总之吧就是能够，哎，别紧张，别紧张，是，好吧，我应该不紧张。好，来，第一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叫做川普现在有没有实际上的竞选的硬伤？这个问题哈，怎么说呢？我觉得看怎么定义这个硬伤啊。那这个硬伤呢，我觉得我觉得是其实2024年的选举，在我看来就是2020年的重新再来过一遍。那么因此呢，大家都能，就是说大家都应该熟悉了。很多观众朋友都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经历了这一切，所以是同样一个重演啊。这么说你会觉得 boring 吗？其实不 boring，因为这次选举啊，真的是我一再说，双方都输不起。川普前几天发表了一个10点的声明哈，所以他一旦这个上任之后，他会做什么？他会把整个他说的这个哈，整个叫做华盛顿沼泽全部清掉啊。那么这个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大家知道哈，川普，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川普在上任的时候呢，在他的这个国务院，那么当时呢是对于中共的防火墙会寄出一笔重大的资金，要把这个防火墙，你把它叫推倒也好啊，反正就是给他一个重大的一个影响，重大的一个打击。那后来没有发生啊，4年都没有发生，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钱呐、在国务院里头，他的技术官僚做了一些阻挡。因为技术官僚就说，我根据我们国务院的规则，有这个，你要走过去才行，不是你这个上任川普任命的，就是政治任命哈，他的助理国务卿想做这件事情就可以做这件事情的。他说我们有这些规矩，那就有点吓到了哈，这样子啊，那就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解决来解决去，人家在那阻挠也解决不了。那么拖就拖没了。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川普也有很多，川普的团队有很多其他的，这叫做高优先级的事情要做。他们也以为哈，下面4年还会有，因此呢，这件事情就拖到最后，结果他没有连任成功，那么导致这件事情就没有了。所以呢，那么如果再来过会怎么样？我想跟大家说哈，再来过怎么样？他在国务院任命的，无论是国务卿还是助理国务卿，绝对不会像上次那么等了。国务院有这样的规矩，废掉。国务院以前的惯例废掉，只要川普他作为一个叫做行政首长哈，他辖下所有的权利他都会用满，他就不会等了啊。当然我这是指的一个例子哈，这是个防火墙的例子，其他方面也是一样的，可以说是等量齐观。在我看来哈，川普就会大刀阔斧的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废掉所有他觉得挡他路的。那么这就是前面4年他没有下决心做的。那因为他没有想到哈，他最后会被拖到没有时间，以及说这件事情做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川普的决心会比以前大很多。这就是以后4年他再发生的事情。那对于民主党来说呢，他就会觉得说，他们辛辛苦苦构筑的一切，川普一旦上台，可能全部拆掉，全部拆毁哈。所以这个民主党也是输不起这个选战。那川普当然他会觉得输不起啊，他再丢掉4年的话，那在保守派看来，美国将已经真的会成为再也长得认不出来的美国了哈。光一个边境问题，这是我们今天主要讲的话题哈。光一个边境问题就再来一个，下次就可能不是600万了，搞不好光是下面4年1200万、1500万都有可能。所以呢，这就是双方真的是输不起的选战。我想当代人类历史吧，真的是很少见到这么激烈的这么一个双方的一个对阵哈。当然也有朋友说对阵会不会打起来，打仗会不会打起来？我认为在11月大选之前不会
啊。尽管大家都是输也输不起，可是还是一个和平的方式来做这么一个决战哈，这是一个和平决战。那么至于说如果11月之后会怎么样，那就不好说了。好，这是我的看法哈。好，那么向少帅说，有一事一直不明，到今天这个乱七八糟、胡作为县、选举舞弊的这个总统就真的不用负责任。那么简单的说，也应该有个问责或者公听会吧。对这个事情确实对于不懂美国的人，不是不懂美国，对不够了解美国的人会觉得很费解哈。边境门户大开，那么总统可以不用负责任怎么可以这样子呢？能不能就是马上就弹劾他，或者说追责呢？就没有这么简单哈。因为美国呢，它有一个叫做政治庇护法。那么美国但凡在美国境内都可以提交这个政治庇护。那你说这么成千上万的600万人都是政治庇护吗？你怎么能说它不是政治庇护呢？你就得走过它的程序，最后才能得出结论。因为法治国家嘛，就是按照法来。所以呢，既然有这样一个政治庇护法那么人家冲进国境，只要冲进来，一到你的国境，他就可以根据法律提交这个诉讼。你就不能说你提交诉讼我就不那个我就不接。你也不能说这600万人全部涌来，你们都是经济移民你一句话说你们都是经济移民，全部赶回去。就是说这件事情在法律上是没有凭据的所以拜登确实有他的一个在法律上的一个依据。他是说，既然有这个政治庇护法，人家冲进来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得这么去处理。但是呢，把他们这帮人呢，我们又没有钱，没有地方，这个让他们住，把他们一直养着，把他们一直关着，等待他政治庇护的程序走完，就把他们放了。这就是他的理由表面上的理由。当然了，你说联邦政府他能不能挡住他们？他们当然可以挡住他们，他们可以不违反这个叫做政治庇护法的情况下挡住他们。川普的意思就是修墙呗，对不对？那既然修墙对拜登来说是政治不正确，他就不修墙，不修墙就变成这些人就冲进来之后，一进来马上就说，我要政治庇护，那么你就得走这个程序，你又没地方给他住，没地方留他，你就只好把他放掉，那么他就走到各处，就是长话短说就是这么回事他这么做的时候，你说你叛国呀，你什么之类的，你是说不出这个话的。大家能明白我说的意思他语法有据 ，OK， 他有他一定的理由。那拜登还说呢，拜登说你国会你解决问题你搞出这么一个法律来，你让我怎么办，对不对？所以压力呢也是进到国会身上。那么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规矩，美国这个国家怎么运作是国会说了算，执行是总统说了算，规矩是国会定。所以呢，拜登会把皮球踢到国会去，说你们这么多年你们都搞不出一个这叫做对于这个移民的问题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答案。所以这几天呢，就是国会压力山大当然这个因为执政的是民主党，所以呢，那么跟执政的同样的这个多数的这个叫做参议院，那他就会昨天推出一堆东西说，哎呀，这个非法跃进到了某个程度，我们就得把它关掉。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昨天我的节目中说了到了众议院那边说，他说你留着任何空间，你只要说我这什么非法移民到了什么程度，我把它关掉。比如说，但我忘了是多少人了，比如说28000人，举这个例子那大家都去抢那28000人的名额，那得了那不抢疯掉所以这个答案呢，参议院这个答案其实是荒唐的。你人为的，你就是说明明这件事错了，你就别错就完了。你说错多少，以后我们就不错了。所以这个强生议长说没门，见光死你的法案送进来，我马上就不批。所以呢，你再给我个更好的，就这意思。所以呢，就是说他真的不用负责任吗？他确实可以不负责任，因为他的理由就是国会的法律说有政治避难法，所以人家因为这件事情闯进来，我不能因为说我就看着你们不顺眼，就把你们赶走。OK， 所以这就是他的理由，你也不能去告他。好的，那下面的我看看有没有或许？如果这次只是川普能上任，但共和党失去2院，其结果会如何？这个 Jack Lack 说的，这是一个可能性。如果川普上任的话，共和党失去2院，那就川普就不能做出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力量的动作他只要失去1院，他都是这个问题。那么失去2院的话呢，那川普的官员他上任就会问题就会有困难，所以是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毕竟这个行政长官是川普的话呢，那保守派的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做，就是但凡在就是执行面在
国会的法律框架下执行面都在川普身上。比如说这个边境问题，在川普手里就完全变成另外一件事儿了啊！你闯进来申请政治庇护是对这个我得让你申请，对吧？可是我修个墙你就进不来，对不对？你就谈不上你去闯进来之后申请政治庇护，因为政治庇护得人在美国才能申请，人在海外不能够写封信说我要申请政治庇护，你把我批了之后跑来，这个法律不是这么写的，必须人在美国，所以大家才是这个才一定要冲进来哈。所以呢，那他就把这个叫做墙修起来，这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施压墨西哥，因为美国对墨西哥有巨大的影响力。川普跟一个墨西哥总统说：“你放人过来啊，你放人过来，你放人过来如何如何，我就给你这个经济制裁你，我就给你这个惩罚那个惩罚，我就不给你这个原来的援助。”墨西哥总统只好说：“那好吧，墨西哥军队开进来挡住他们。”这是另外一个办法。所以 one way or the other 哈，这个是他是可以解决的。好，那么下面我看看哈，这个 CP 说，我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也很不愿意看到美国内战，但是左派沉沦太深了，我一直在想神为何带我离开熟悉的加州，现在越来越清楚了。OK， 是啊，你就是一个表达嘛，对不对？我能体会你的这个感受哈。我所接触的新闻内容，共和党的叛徒可多了，这评说合乎现实或方伟的个人观点嘛啊，比如凯利算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可以理解你说这个话哈，但我就不用同样这个词了哈。就是共和党和川普不同调的人，确实可多是。这个可多的这一部分呢，现在越来越少。特别在基层民众，那就越来越少。在高层，当然整个的大家要想想看，8年以前川普选总统的时候，那个时候高层跟他全都不一致，川普真的是匹马单枪哈。那么最后是基层民众支持啊，基层民众支持还不是今天的基层民众，不是今天的基督教的这个福音教派，不是基督教的这个天主教派，那些人根本不认得川普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的保守理念。川普2016年上台是美国的蓝领工人选上去的，蓝领工人呐。为什么？因为川普讲的话，讲的经济政策，讲的我们的工作丢失，讲的我们的这个，对，反正就是说，华盛顿吃香的喝辣的，吃肥肉，老百姓就只剩骨头哈。那么这些话激起了他们的共鸣，所以2016年是川普是民主党的蓝领劳工选川普进去的。但川普上台之后呢，4年，那么保守派其实是对他们是一个惊喜哈，他们说哇，天哪！怎么这么个人？这是纽约的一个资本家哎，纽约的一个大亨啊，谁知道他平时干嘛的？吃喝玩乐的，没想到是一个保守派的一个100%的，几乎100%哈的保守派的总统。所以现在福音教派、天主教会，就是教会基本上都支持他，老百姓这4年的吧，那更加支持他。我说是共和党老百姓哈，更加支持他。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美国是民主制度嘛，当老百姓导向哪个方向的时候，他的党的高层就不得不变啊。那么变有2个方法变哈，一个就是说呢，高层的这些人呐。他见到川普的保守理念，川普就是说话比较粗糙哈，他不是那么政治家，但他的政策是非常非常清晰的一个保守政策，所以他们就一路上就是很多的共和党高层就是心悦诚服啊，甚至包括像 Kevin McCarthy 啊，你会觉得他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共和党，他去向川普输诚不完全是机会主义者哈，我觉得他是认同川普的种种政策的，所以川普上台之后呢，这么4年哈，再加上4年在野，那么8年下来，共和党内部的茶党哈，叫 Tea Party， 成为了共和党的 mainstream， 茶党现在就几乎就变成了 MAGA 哈，所以川普对共和党的影响力是非常之大的，但是总是有一批人他带不动啊，那么凯利就是其中一位哈，就带不动，所以呢，这些人呢其实是越来越少啊，越来越少，这个越来越，因为共和党在变，共和党变成一个跟川普一致的党哈。那么剩下的变不过去的话，就是你说的这个叫做杂音也好，叛徒也好哈，就这么去说。OK， 那么好，陈刚说，最高法院对 J6 会不会做出不利川普的判决，影响大选？因为就我所知啊，现在我不清楚 J6 的案子有没有在最高法院，应该没有哈，但是确实在 DC 有一个 J6 的案子。那么最后哒会这个叫做什么来着？会上诉到最高法院去 ，OK？ 那么会不会影响大选？川普现在好多个案子啊，最起码有6个案子，在我这里记得有6个案子，所以呢这些案子都可能会影响到川普对川普的判决，但会不会影响到大选？当然会
怎么个影响法？两个方向影响哈，在我看来，一个呢就是福兮祸所依哈。那么，川普甚至将来会不会被收监是有可能的，真的有可能啊。那么，如果川普被收监的话，是什么影响？就跟他以前被起诉一样的，他很可能他的选情还会上涨。OK， 这是一个影响，就是祸事变成一个好事。那么呢，会不会导致他真的进不了白宫？因为美国的这个宪法啊，谁可以当总统？35岁以上，出生在美国，在美国住了14年，这就可以的，这样的人就可以当总统。你在监牢里的人也可以当总统，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宪法，没有别的规定哈。所以呢，他即使入监，很有可能也能进到白宫，然后自己签一个特赦令，把自己赦免了。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在历史上呢，从来没有发生过哈。所以什么都有可能。所以大家现在见证的美国的大选，美国的情形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你要问我将会发生什么，你问任何一个宪法学者都将会发生什么，他们都不能给你100%的答案，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只能走一遭才知道。OK。所以呢，这就是今年的，就是极其有看点的，各方方面面随时都可能出现，应该是双方输不起的大选，经历的全都是这个国家没有走过的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总而言之吧，是很难以预计哈。Venjendra Chadra 说，高院的判决只是取消了下级法院不允许联邦执法机构拆除铁丝网的禁令，允许联邦拆铁丝网，但没有禁止德州继续修铁丝网，更不等于说德州没有权利保护自己。对，你说的没错哈，这个高院的判决只是一个局部判决，它就是说在这个案子的过程中哈，上诉的期间，那德州就很着急嘛，对不对？案子在打，得这个你发个临时禁制令啊，不让联邦来剪我们的铁丝网啊，这是我们的财产，对不对？那高院就说，在你上诉期间，他们可以剪，就这意思。但他没有说你不能继续放啊，结果变成一边放一边剪，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很有可能啊。拜登如果拼命往前推进的话，他就会不断的去剪。那德州你就会想象他绝对不会收手的，对不对？他这是他维护他州的这个生存的安全的问题，所以他一定会一直去放着铁丝网。所以双方最后会不会擦枪走火也有可能。但是呢，这件事情啊，现在短期内可能不会到哪儿哈。我能讲为什么？因为那个 CP 那个叫这叫什么？这个 Border Control 哈 ，Border Patrol 啊，叫做，哎天哪，我这到口边怎么忘了 CPD 吗？Department of 这个 Border Control 哈，他们一向是守卫边界的，他从来没有说总统跟他说你放开边界，所以他们非常不爽哈。所以呢，基本上呢 Border Control 在他们的职权范围之内，他们一定不会努力的去剪这个铁丝网。我现在就可以这么说，他能不剪则不剪。所以拜登的手下不会非常努力的去跟跟这个德州阿伯特的国民警卫队搞竞赛哈，我剪得快还是你这个修得快？他们不会很努力的啊，因为但凡在他们的权柄之内，他们就会拖。我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在这以为啊，是这个叫做边境管理局，他的一个高层官员已经跟这个一个媒体的这个福克斯的这个说了，但是他不透露姓名，透露姓名他们把他关罢了怎么办？他就说我们不会剪的，我们跟德州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从来都是跟他们配合的。言外之意就是说他们能不剪就不剪，所以这种互相之间搞出那种非常激烈的，甚至擦枪走火，就是一个铁丝网我要剪，你要放，然后双方推搡起来，最后怎么样干起来了，这可能性不大哈。好，这就是我的看法。那么还有别的问题吗？已经放进来的非法移民怎么办？有机会赶出去吗？他们几乎都是进来就用福利，也不包税，甚至是根本没有受到迫害的。这时候也涉及我们华人呐，这个事情其实对有些朋友是有关联的哈。咱们就事论事哈。我跟你说，已经放进去的非法移民怎么办？理论上，他们到他们的程序，这个怎么说呢？该审到他们的庇护的这个程序的时候，他们应该回来。但好多人是不回来的，因为你一旦显身，啪被抓起来。扣留住，然后再把你遣送出去，有没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所以大家一旦放了，全部都溜没了，就黑掉了嘛，叫做黑掉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川普很生气哈，就是包括很多的这个保守派的这个叫做政治人物或者群众都很生气，因为他们把他们圈在一起之后，然后呢登记完了之后就把他们放掉之后，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回头，他们就逃没了。
在美国大家知道哈，在美国是没有人上街查身份证的，在美国的人啊，一个警察拦住你，哎，你是合法人吗？把这个身份证拿出来，这件事情是违反宪法的，大家能想象吗？这件事情是违反宪法的。OK， 美国不是一个警察国家，警察要人出示身份证，一定要有足够多的 suspicion， 你必须有足够多的理由，你不能看谁不顺眼就是把他拦下来问他要身份证。所以呢，我们在美国啊，就是说作为一个公民，他的好的一面是公民在街上走路哈，你真的会非常安全，你不用担心那么没来由的这个警察上来盘问你哈。好吗？那在这个情况下呢，那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呢，不好的一面就是非法移民就基本上，那他就一直可以有的人在美国非法移民做了几十年，啊，都没什么事儿哈。那至于说你说他有没有福利哈，他不报税，他肯定不报税啊，几乎都会不报税，因为他没身份嘛。所以呢，那他的福利一般常常都是州的福利，所以有的州不会给他福利的，有的州就会给。但再想一想看啊，加州是声称它是叫 sanctuary city 哈。叫做什么避难州是吧？避难州，那么很多城市是避难城市，他在那边呢，你只要进去，你是个人，他就给你福利，所以确实是这个问题。甚至根本没有受到迫害，是啊，600万人真正受到美国的法律的政治庇护的标准有多少？其实非常少啊。多数人我们都知道，其实就是经济移民啊，比如就是因为想一个更好的生活嘛，这我们都理解哈，我冲到美国来。好，这是我的这个看法哈，看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庇护州，好的，这大家能够记得点个赞啊，抽空点个赞哈。那个如果认为可赞的话，不可赞就别赞了哈。边境管理局对是 border control。那么最着急的是走线润人吧？对，是啊，是这么回事儿。好，我们再看一下哈。好 ，Swan Goose Music 说：方伟你好，愿上帝保佑美国，助力川普回归。我的疑问是，如果川普再回归执政4年，那么4年之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势力消长会是怎么样？4年之后，民主党再会通过各种手段卷土重来吗？还是4年之后，川普会持续发挥作用，保守派将有可能掌权更久？对你，这是一个4年以后的问题哈。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非常好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去谈这个问题。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去说一下我的看法。如果川普回归执政4年的话，保守派毫无疑问他的势力会成长，他就要趁这个4年的机会，一定要把它巩固住。美国存在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势很难挡啊。我是跟大家说，这是这么个问题哈。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一代一代的毕业出来，达到18岁开始去投票，那么老人一代代死去。逝去哈，老人逝去，老人呢是想守住传统的，基本上啊，我不是说每一个人，基本上宏观上说，老人是要守住传统，年轻人呢是喜欢这个民主党现在的这一套纲领的哈，其中说白了就是共产主义，所以看这个样子其实是一个输的一个势哈。但是呢，这个另外一面是什么？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哈，以我的了解，这个国家真的不简单。大家知道这个所谓的保守派跟这个叫做 liberal 哈，我把它叫做放纵派，不叫自由派。保守派和放纵派的激烈的对决，这个全世界几乎只有美国有，整个欧洲都没有啊，整个欧洲都没有。不是说没有啊，就是很弱，就形不成对决。当然现在巴西也有了，阿根廷也有了，日本也有了，但最早是来自于美国。所以为什么呢？就是美国还了解自己的传统是什么的。那么有清晰的这个国家该怎么 run， 或者说有这个非常强的一个政治和公民意识的这个叫做民主素质最高的这个国家是美国，所以它有自己一种天生的抵抗力。这种抵抗力呢，它如果把它发挥好的话呢，它把它影响到孩子的学校。川普当总统的话，他就能管公立学校。当然了，严格的说，这个公立学校都是各州管哈。但是联邦政府如果在保守派手里的话，他会通过资金去影响各州，然后通过各州影响到公立学校。学校是关键啊，因为小孩子如果不学共产主义的罪恶，不学这些到底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出来之后就会一代一代投入选举，那美国就是个输的盘。但是如果有这4年的话呢，那就是扳盘的时间，扳回来，能不能扳得回来？能不能扳得回来？
那就要看这4年内会发生什么。而且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光是川普一个人，也不是共和党的所谓的白宫，是全民。其实从现在开始就是哈。所以里根常常说，他说他在下台的第2次这个叫做告别演说的时候，1988年，他就跟大家说，他说美国最好的课堂是晚餐的餐桌，也就是说呢，父母你们要把小孩教好，即使他在学校没学好，你们要把他小孩教好。所以这是个全民回归的过程。那美国有没有这个可能性？我觉得美国是唯一有可能性的，欧洲都没有。你问欧洲什么是欧洲的正确的价值，我觉得他们肯定是茫然失措。你在说什么东西？他不知道。美国这个国家，他立国的时候思路是很清晰的哈，现在是忘了哈，不是说被冲乱了，他是忘掉。那么新的这一套东西跑出来之后，这个放纵派出来之后呢，很多的美国人他不知道怎么应对它，但是美国应对它的东西是有的，这就是美国的建国的价值，它是完整的一套东西。这套东西如果把它拿出来传播开来，因为它是美国的本来的东西嘛，那绝大多数美国人听到之后会点头，他只要系统的学习，他会拿这个东西去对抗这个放纵派或者共产主义这一套。那么两个真的形成对决的话呢，共产主义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它是违反常识、违反道德、违反传统，所以他会输掉。OK， 所以这就是美国的这个希望哈，就美国未来的危机就是年轻人一代代投入选战，投入选举。美国的希望就是把年轻人救回来。好，这是我的看法哈。那么如果救得回来的话呢，那美国就会往回走啊，就会川普可能再传4年给下面的人。如果救不回来，那就真的是那就很糟糕。OK， 这个底桃河说，只要老川抱住2020年这个选举没输以及冲击国会有理，他的2024就走不出好结果。高院要维系宪政体制，宪政体系哈。你说的，我觉得，对，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哈，有道理。但是川普呢，川普不是别人教的，他认为2020年就是不对的。他认为这是对他来说就是不对的，他认为确实被偷走了，他不是装的哈，他真的这么认为，他真的这么认为，他就会说，他就会不断的去说 ，OK， 那么，所以川普他很多事情他不是政治计算，大家想想看，他出的那10招淘汰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沼泽，华盛顿沼泽的10招，他照道理他是个政治人物，他会不说的，他会一直等到拿到政权再说，但他现在就说出来，你会觉得就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你为什么要说这个话？但他就是会说。他是个性情中人，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哈，所以呢，这对他可能很不利，这是从这个政治角度来看。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是大智若愚啊，人家最后觉得这个人真的是里里外外就是我可以信任他，因为我知道他从来不装，最后反而可能在宏观上转成一个对他有利的东西。总之吧，反正川普已经将近70、80岁了哈，你要劝他，身边肯定有人劝他，劝不动他也可以理解。所以川普就是川普。看他最后能走到哪里去吧，就只能是这样的，因为你跟我们都没法去说服他哈。好，那么我经常看 Tucker Carlson 的节目，他很厉害是吧？哎呦，对不起，那个东西跑掉了哈。对，我基本上就是随着看哈，我再想想看我们后台小编是不是可以帮我组织一个问题哈。也是像少帅说的，我经常看 Tucker Carlson 的节目，他可厉害了。有没有看过？认同这个人的观点吗？我看的不多，我知道他很厉害，我当然知道了，他是原来是这个福克斯的一哥嘛，对不对？现在出来呢，自己办频道，所以我知道他很厉害。我看的不多，为什么？我没时间啊，这是主要的原因。我认同他的观点，大多数认同哈。少的地方我不太认同。对。对，是，我这么说出来，是不是说出来就要掉粉呢？但不管怎么说吧，我就说我的这个看法哈，因为我跟大家都坦诚。我觉得他在这个俄乌战争这个事情上呢，我觉得他猛了点哈。我还不完全那么看。有的人说是不是我支持普京啊？或者说我支持乌克兰，我都不这么看。我自己哈，我说的就是一个客观事实。我对俄乌战争的看法，我再说一遍哈。俄乌战争这件事情本来可以不打的。如果川普在任，绝对不会打起来。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川普会压在那儿，不许普京动啊。首先这是这一点。其次呢，川普会把普京拉离习近平的怀抱，
因为这是跟西方、跟美国是同文同种，可以说是同文同种哈，不能说同文同种啊，同宗教同种，同教同种。所以呢，川普是有，而且西方的科技、资金跟俄罗斯的石油、能源是巨大的互补。以川普的商人的头脑和商人的手段和美国的优势，他非常轻易可以把普京拉到西方的怀里头，而不用在这个中共的怀里。他拉到美国的怀里之后，他绝对可以让普京不去打俄罗斯，无论是吓他还是诱惑他，都能让他不打。所以这件事情就是本来是最好的结局，但是川普不再认了。那么北约对俄罗斯步步逼近，普京觉得受不了，他就开始打。他打对不对？当然不对了，我绝对认为不对。他打乌克兰绝对是不对的哈，侵略战争这是不对的。那乌克兰呢？这个泽农斯基呢，确实是有种啊，他就是没跑，他就盯住了哈。那就是目前这么个局势。那么俄乌战争最好的结果是什么？哎，怎么说呢？我其实啊，我跟大家讲，我认为最好是不打，最好是有一个停战的一个办法，一个协议。川普如果进白宫，他说他24小时可以停战。有的人说他可能太夸张，完全吹牛。但是我觉得我告诉大家，他肯定可以让这个事情停战。那是不是24小时不一定，他一定会让他停战的，因为他对这个战争的看法完全跟这个拜登和其他很多人的看法不一样。因为他认为这两个打下去是一点好处都没有，乌克兰不可能把俄罗斯打垮，乌克兰不可能把俄罗斯 take over， 只会世代这个怎么讲呢？仇恨越结越深，是没完没了的冤冤相报。俄罗斯当然打不垮乌克兰，对不对？背后坐着美国，美国现在就算不给钱了，还有欧洲呢。所以俄罗斯是吞不下乌克兰的，乌克兰也吞不下俄罗斯。最好的方法就是休兵罢战，形成一个协议就完了。OK， 因为打下去的话，财力的消耗、人力的牺牲、人力的死亡很大。所以在我看来，真的是消兵避战最好，因为这个世界的核心的问题，它不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矛盾，那是他们的这个普京的，就说白了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啊，这么一个缘由哈。那么它是对这个世界的最核心的东西是中共，是这个问题哈。所以在那边打根本就是我觉得就是打就完全是走岔道。OK， Mark, thank you for asking about Kathy. 问到 Kathy 哈，对啊，这 Kathy 他也很想更新他的频道啊，那怎么办嘞？这个我需要帮忙，然后呢 Kathy 就帮我忙，他的频道基本上就有点就是挂在那晾在那儿了哈。但是他也想如何去恢复。总而言之吧，一天只有24小时，如果有48小时就最好了。好，我看看啊，为了躲避自己在母国遭受民族、语言、文化的传统歧视迫害而来美国，可不可以申请政治庇护？符合条件吗？政治庇护很简单，就是说它的概念就是说会不会被迫害、被抓捕、被折磨，或者会不会有这样的潜在的可能性。政治庇护不是你一定要经历那些事儿哈，你如果存在这样的威胁也算数啊。至于说因为什么缘故，都可以哈，政治缘故、这个语言文化缘故都可以。OK， 如何防止舞弊呢？孙如照，如何防止舞弊？那对，这是很好的问题啊！大家知道哈，美国的初选，对不起，我觉得很快就会结束哈，很快就会尘埃落定，很快就不是说结束，很快会清晰，所以双方都知道呢，就是川普对拜登。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哈，当然了，这拜登那边假如不变的话，如果这种情况下呢，所有的注意力就在选举本身是否会可靠这个问题。所以我去台湾呢，我确实有所体悟。我跟大家说哈，我想把台湾的一套简单又可靠又高效的选举的办法引入到美国来。但你说我来引入美国，对不对？我在这说中文，我怎么做到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真的得众人拾柴火焰高。我希望以美国的华人为基础，以美国华人的资源和人力为基础，我们开始做这件事情。怎么去做？大家再等我一段时间哈，我会尽快把它拿出来。到时候真的有可能我在节目中要呼吁大家了，如果你在美国的话，甚至或者说你不在美国，然后你有这方面的资金 ，Let's do something about it。OK， 也许真的有办法可以帮助解决这样的事情。
啊，这里当然有个捐款的捐款的信箱，如果你愿意支持方伟的话，那就非常非常感谢哈，因为我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在我看来就是为了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OK， 好，那么我看哈，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呢？防止舞弊，得没有邮寄选票，也不用任何机器、电脑计票。左派会啃吗？当然不可能。对，没错，那当然不可能。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大家想过没有？美国的民众没有上街。美国的民众，因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制度执行的太好了，那么民众已经习惯于每4年或者每2年投完选票，社会事务由我的民意代表去做。美国人已经不善于做什么了，因为它运行的太好，所以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当你选上的这些人他有问题的时候，你如果再不管的话，那就救不回来。所以现在呢，我在台湾学到的就是老百姓要出去管。老百姓怎么管？就是叫做用台湾的话叫做社会运动哈。总而言之吧，就是老百姓要站出来表达他的意见，持续的大规模的表达意见，这些都会起到作用。但是大家知道美国人不太干这个事情，其实是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就是不习惯干这个事情，他不习惯，因为他在成平太久了哈，那么根本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就不干，他不干他就不知道怎么干，他也不知道干了之后会不会被 cancel 啊，所以呢，就是美国人现在没有发挥他们 we the people 作为 we the people 这么一个作用啊，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最容易解决哈，就是启发他，让他们去做这件事情，公众压力和传媒压力压上去，这些不守常识的民意代表，他就得听，他不听的话，他就知道很可能他的位置就守不住哈，所以他就会听。所以呢，美国人民的力量现在没有展现出来。大家看到哈，你看媒体，你都没有觉得说人民的力量太展现出来。那么基本上都是，对，就是这么个情况吧。起码跟台湾比是这样。所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真的，台湾的民主经验，美国真的可以借鉴。好的，那下面看看。Roger Suzuki 怎么核心又是中共了？对，你说这个话也没错，我知道你说的意思哈。这个世界有2个问题，一个就是确实是中共的问题，中共和西方自由世界的问题。第2个就是西方内部的左右之争啊。我说其实极左和正常之争，说左右之争，我觉得都不准确，极左和正常之争，这是另外一个核心，2个问题哈，不是单一核心。主方说是躺平族，哎，你好，那个再讲讲台湾之行的心得。台湾的开票制度太棒了哈，这个我讲了好多了，就不多讲了，主要是回答一些问题。让我是有点很惊奇。我不知道，我觉得台湾选举每4年都有人回去看呢，我以前没去过嘛，我也没觉得去看的人回来说了些什么这个石破天惊的事情哈，所以我从来没重视。那么这次被请呢，其实是有点像去放松一下。结果一去看到，哇哦，天天忙啊，白天参访，晚上做节目，然后就没得时间睡觉，我记得都是2点钟起来做节目，做到早上8点钟，节目出去，然后早上出去赶紧的上旅游车哈，上车去参访，有这个安排好的行程，所以弄到就没有时间睡觉，但是呢，收获还是很大的哈，真的很大。我觉得台湾呢，就是这种台湾，我觉得台湾整个的社会道德啊。是蛮不错的，真的保持得很好。那么甚至我觉得跟政治人物比呢，比政治人物还要好一些。所以呢，台湾的民间的科技啊，它的民间的产品啊，各个方面都在稳步的提高。它的政治这方面呢，也在逐步的完善之中。所以等于是有点就不动声色啊，一点点小碎步在走。你走上几年之后，回头看就发现不一样了哈。所以呢，这是一个很有序、很有温情、很善良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今天这个开票制度无意之中啊，我觉得他是无意之中，他我认为做到世界第一。OK， 他自己我想也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所以恭喜台湾哈，我真的希望台湾的这个经验可以得到更多的国家的学习和借鉴。有没有实际的办法不让2020年的选票的问题再出现？就是扎紧选举的制度啊，就是现场投票。不能用邮寄选票，用纸张投票，不能用电脑去数票，这个选票不能运来运去的，等等这些东西，大家想想看，这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全常识不是吗？如果提出这几个事情的话，有
他怎么去说我就不要这么做，他很难这么说的。他之所以可以不这么做，就是没有公众压力啊，不够大，压力不够大，或者下次公众压力是大选举完之后，那他等个什么？那现在那就等着照样再这么去弄呗，对不对？选成啥样还是选成他希望的那样。所以呢，公众压力现在就得出来了啊！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我们在座很多人在美国都可以做的。公众压力上来，用最符合常识的方法去要求政治人物必须改变选举，这是从现在到11月份要做的事情。OK， 这件事情做起来哈，即使做不到位，不能把法律变了，这种强大的、巨大的民间的呼声跟压力，都能够抑制这个出问题的这个幅度。好的，这是这个哈，我看还是没有别的问题。在美的华人为什么凝聚力还不如印度人、韩国人？你这说的真的是真是这样的，真是这样的，是个事实哈。我们在美国的华人都知道，华人互相倾轧，常常互相倾轧、互相妒忌哈。人家印度人是互相抱团，互相这个韩国人也是一样啊。谁当了经理，赶快把印度人招进来，更多印度人招进来。华人不是这样，这跟历史有关系。我觉得历史有关系。这个华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互相的猜忌啊，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需要检讨的地方。好，怎么能防止民主党灌票再出现拜登曲线？我真的是希望从现在到11月份，我想把绝大多数精力拿出来做这个事情。而且这个事情呢，我们在座的只要在美国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都可以起作用哈。所以这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一点我就再跟大家说吧，我再做一些准备工作哈，齐备的再跟大家说。这次选举还会被盗吗？你说呢？你说呢？我的答案是明明显显的哈。已经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阻止的话，当然会再发生。所以呢，那么只是说怎么去防范，现在怎么去防范的问题。有人统计过，在美的华人大多数是亲共还是反共？恐怕大多是亲共吧，否则就是胆怯懦弱，教会里连政治都不敢提，如何凝聚？我觉得在美华人原来是大多数是亲共，我觉得现在大多数是反共，特别是在过去几年之内。我这么说对不对啊？你们大家可以留言哈，同不同意我说的话？以前大多数是亲共，现在大多数是反共，为什么？我觉得跟川普的我最近美国的变化相关。因为如果美国都要变成共产主义的话，那华人会受得了吗？对不对？来这就是逃离的，你现在变成这样，那怎么受得了？再加上这个中共这边吧，习近平带领的这个反祖现象哈，等于从改革开放全部走回这个共产党的原汁原味儿，因此呢，谁都伤到很多人呐，这包括一个上海2500万人的上海，中国最好的城市，而且对政治上毫无企图心的啊，乖乖的市民，结果被3个月封城，封到真的是面临饿死啊，人心就全变了。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我觉得反共的人都在急剧的增加。教会里连政治都不敢提，如何凝聚？是啊，那就你得跟牧师去说呀。我不是主张教会去搞政治哈，但是美国的未来这不是政治，不是华人意义上的政治哈，汉语意义上的政治，当然在西方它是政治，那个倒不是问题。美国为什么不强制性投票呢？澳洲就是每人一票走不掉，对，这是好问题啊。每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有它的特色，澳洲说你不投票，罚你钱啊，罚你钱，所以呢，你一定得投票，这也是个好办法。但是呢，这美国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不喜欢强制哈。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个特点，就是不喜欢强制。OK， 好，Sam 沈说。处理非法移民的问题，很多国家会碰到难处。多年以前，澳洲也碰到类似难处，就是大量从印尼坐船过来的经济难民上岸澳洲，一时会伤害到澳洲的人力财力。后来想一个办法，就是把涌来的船民送到附近的领地或者太平洋岛国，等待他们的甄别和受理。在批准之前呢，还是这个跑掉了，天哪，怎么跑掉了？批准之前呢，还是生活环境澳洲社会隔离，如此一招，
船民的初衷受到瓦解，这种非法移民潮流自动消失。对对对，这是啊，川普已经就说了嘛，他就去施压那个墨西哥啊，他说我给你这么多援助，你得给我把他留在那儿啊。所以呢，就是等等等等等，所以就这样的，就总之吧，这肯定有办法解决，你愿不愿意解决了？因为拜登现在不想解决这个事儿嘛，对吧？他不想解决这个事儿，所以也有朋友不断的问说，他为什么不想解决？因为他希望这些人来了之后，以后变成民主党的选民啊。你要问我的话，就是这样的。Ben 说你这么喜欢台湾的选举，那么现在台湾两党都在准备推动海外投票，如果采用邮寄选票，你有什么看法？千万别做，千万别做啊！台湾现在的选举啊，简直就是大智若愚啊，大巧若拙，用最笨的方法，所以我才说台湾用最强的科技做出世界第一的晶片，用最原始的方法做出世界第一的选举。你这么好，你还改它干嘛呢？对不对？千万不要改。千万不要改，邮寄选票谁去看着谁去看着哈，所以这件事情是千万别做。美国已经教训你已经太多了。好，现在多久了？哎，46了哈。我看最后再几分钟，我看再说2个问题。这个方伟，你这个出发点很好，但得上 CNN、CNBC、NBC 等等之类的才有涟漪，不然只会是一个不会下蛋的希望而已。我觉得我上这些媒体的可能性非常小啊，除非这个事件已经弄得相当大了，否则上去非常小。第一，他们不愿意上，他们要上的话呢，只有说这个事情已经弄到他们不能不接受的时候才行。那么从现在到他不能不接受，这个路径怎么走？它确实是个问题，所以在这里呢，我才说，我希望借助到 Chinese American 的力量啊，财力和人力，我们把它做成一个他们不能够忽略的新闻事件。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事情放大声量，最后变成主流社会的一件事情的时候。所以在这之前呢，其实我需要大家跟我一块来尝试这个事情，来做这个事情哈。我觉得蛮有可为性的哈。你要问我的话。你也有这个朋友说方伟不去竞选国会议员呢，那真的不是我真的那不是我的使命啊，不是我认为我的使命，我要做的就是大众的沟通啊，OK， 好。为什么美国人能容忍拜登放任非法移民入侵？不是他能容忍他的宪政体制就是你不能容忍，你也没什么办法，对吧？因为他是总统嘛，你把权力给他了，所以呢，你要去在法院去告他，你唯一的办法把法院告他，或者等到下次选举，就是11月份，在那之前只能去法院告他。但你能不能告得赢？比现在最高法院的这些人看起来是告不赢的啊，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总统的事情，这是他的职责范围，虽然做的难看，但是不够我们阻止他，就这个意思。好，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哈。我看我有准备一些问题啊，这些问题我来看看，都一直没有解答。我看看能不能，能否请方伟分析一下目前的当下的民主党哈？他们一方面可以在国会全票通过制裁中共的决议，另一方面呢又一直在搞就破坏美国的事情哈，内部却非常统一，没有共和党那样的内部争论，感觉看不懂了。2个原因，我就说这个世界上有2个重大的焦点，一个是中共和自由世界的一个冲突，就是从冷战以来延续下来的哈。所以呢，这个呢，共和党跟民主党目标是一致的。你说，那如果民主党内部已经被一些极左派、美国共产主义这个叫做逐渐接管了，这是我的看法哈。他为什么不跟中国联合在一起？他不会的，共产党的本质就是专制，就是排他的。所以呢，他们美国的共和党内的极左派不会跟共产党怎么讲，就是形成统一的，都是共产党啊，你行我也行啊，你来吧，我没关系，他不会的，他就是专制啊。大家知道，我就举个例子嘛，那毛泽东当初红军呐，这个红军弄到叫川陕边界哈，跟这个张国焘的4方面军碰面的时候，都是红军，接着双方就想怎么把互相吃掉，对不对？后来当然了，这个1方面军逃走了是吧？那4方面军最后就跑到
跑到新疆去被给灭掉了，这是非常典型的。共产党它就是专制为 nature 的，所以他们碰在一起不容易融合在一起，何况几百年都没有走一条路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么民主党这边呢，它仍然会延续冷战时期的这个叫做自由世界对中共这种这种列宁式的这种共产党的态度，他们是没有含糊的。所以呢，这是在这儿另外一方面呢，破坏美国的事情，对，那就是这样的那就是美国的左右之争了，对不对？美国共产党有他的取得美国的叫做什么来着，和平演变的方法。那么另外一边呢，就是有守卫美国传统的一个方针。那这边确实统一的非常好，它有它的纪律那么那边呢，就是共和党内部的争论，反而在我看来是一个正常现象，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大家知道美国的传统政党，民主党、共和党都一样，它就是个俱乐部，它不是那种纪律非常统一的东西。所以呢，共和党的反应是正常的，只是民主党的反应比较不正常，内部这么统一，它不正常，因为这就是逐渐的共产主义化嘛，共产党化，所以它才会这个样子，变得非常有纪律。不知道斯考森教授对巴雷特法官的判决看法怎么样？我已经采访过他了，他看法他说他是完全不认同的，因为是这样的巴雷特和这个罗伯茨为什么加入3个左派的大法官去判这个德州输掉呢？它有2个原因因为宪法里头关于这个叫做边境和州的关系有4处定义，它2个原因，第一就是说边界是由联邦政府管的，第二呢是联邦政府的法律大于州法。OK，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就判这个拜登赢。那么还有2处是什么呢？还有2处，第一就是说，总统要忠实执法。OK， 管理边境是你的工作，对不对？刚才说了，管理边境是你的工作嘛，你得管住了。总统要忠实执法。第二呢，各州如果面临入侵的话是可以自卫的。所以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另外一边。那么拜登说这边，那么德州州长阿伯特说那边，所以各有各的道理。但是本质上到底谁有理呢？那这个斯考森教授就说，那当然是德州州长有道理，因为你看事情的本质就是说他虽然有管理边境的责任，可他没管，你用你的没管，你还要压制管他的这个办法，就是你自己不做一个你该做的事情，可是别人做了，你说因为我不做，我又比你大，所以你也得不做，这就是违反常识了所以美国的法律其实都是案例法，对不对？什么叫案例法？就是用常识来判断，看事情的本质，不是看文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这个斯考森教授对巴雷特的判决是非常不认同的，他认为对错非常清楚，巴雷特是错的。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问题吧。哈里说，我看现在的，等一下，纽约的法官跟中共一样一手遮天了，说你有罪就有罪，没罪也说也是有罪。是这个川普被判罚8330万美元，再加上前一次几个月前又被判了一次500万，所以将近9000万美元。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荒唐我就不详细说了，这时间太长，我就说2件事情。一个呢，这个说告他当初他强奸他的这个人叫做 Jean Carroll 是吧？我说的准不准Jean Carroll， 他说川普在一个百货商店碰见他，然后呢2个人呢，这个川普就问他说川普说我要给一个女朋友女生买个包包，你帮我挑一挑。于是2个人就说上话了，然后2个人再走到一个这个叫做百货商店的内衣区，然后呢2个人再去到试衣服的间。那么在里头呢，他说川普强奸他3分钟之内强奸他。大家想想看，这个Jean Carroll 是个成人呢，是个成人碰到另外一个男人，对不对？然后在百货公司的试衣间，大家知道试衣间是个什么东西？是个全封闭的嘛？这个几乎是半就下面就很多地方都是就是遮不住的，那墙也薄得很。他怎么可能在一个半公开的场合就基本上公众场合的一个试衣间里头强奸一个能说话能喊叫的一个成人呢？这3分钟之内，3分钟这有可能吗？合不合常理？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这件事情他说是1996年或者1995年发生的，30多年前发生的事儿，现在还告，他为什么以前不告？那么现在告，照道理来得及吗？这就是很奇葩的事情。纽约专门在前年通过了一个法律，说已经过期不能告的案子，这一年这12个月之内可以追告。为了川普专门立了一个法，在我看来哈，以我的了解，为了川普专门立了一个法，让这些告川普的人可以把他陈不芝麻烂谷子，已经是早就过期的。大家知道纽约是3年不告就过期，这已经30年了，还能回来告。为什么能告？就是纽约的议会专门为这件事情立了个法，让他们可以告。这奇不奇葩？正常吗？哎呀，所以呢，这就是，所以我就说嘛，今天的题目我叫做川普刀山火海哈，他要回到白宫要经历的是刀山火海，真的是这样的。这只是一个案子，川普现在起码有6个案子，往下还会有别的案子出来。那么川普最后是不是会告到一贫如洗，最后变成赤贫，最后破产，然后进到白宫成为美国总统，然后再卷土重来？真的有可能哦，这是当代最奇葩的一场，最具戏剧性的哈，好莱坞也编不出来的一个实景节目，现在就在上演，在我们所有的面前上演，我们也是其中的演员啊。那我们会做什么呢？对，这就是对我们要问自己的问题。好吧，那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哈，就是听到这个给我一些留言好不好？就是觉得就是希不希望这样的时间？那么有没有收获？还有什么建议哈？就是非常谢谢大家的参与。如果有可能的话呢，下个星期天我还想继续。另外，我有可能想去到那个德州的边境去看一看哈，在那如果能去的话呢，会给大家带来这个直播。那么最后结尾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不要太 blue 哈，就是说，我对美国未来还是很有希望的，我怀抱着希望哈，怀抱着希望，只要足够多的人去参与的话，那么美国就会回来。OK， 如果大家都不管不顾的话，那当然就没了啊。好，最后走之前，请大家能够点赞，然后分享给更多的朋友。那么干净世界的朋友呢，记得能够点击关注，好吧？那这样咯，非常谢谢大家，也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忍受方位的这个节目中的广告哈。这些广告商呢，都是这个节目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啊，也会帮到一部分的这个观众谢谢大家的接受。那么总之吧，希望大家一起把这个频道做起来哈。我们不需要这个 CNN， 不要靠他们。为什么要靠他们呢？既然有推特，既然有干净世界，既然有方伟时间，既然有这么多的观众，我们 We the people 啊，把新的媒体做出来。好，谢谢大家。那么祝大家晚安，我们明天再见。好，拜拜。